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财商训练营，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财商课第16课，财商4大能力之法律篇。法律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营销，财商的4大能力，第一个营销，第二个财务知识，第三个投资学，第四个法律啊。那么营销呢，让你创富；财务知识让你首富。投资学让你用富，让你的财富越用越多，而我们的法律是让你真真正正的财富能够做到传承。一个人富不叫富，富过3代，富过5代才叫富啊！罗伯特清崎书中里面讲到，现在的迈克尔的孩子已经有孩子了，迈克尔的孩子已经在像当年迈克尔教他一样的教他的孩子了。在座各位，富爸爸是第1代。迈克尔是第2代，富爸爸的这个孙子等于就第3代了。知道各位，富爸爸家族即将打破富过3代的魔咒，而书中的这个富爸爸是一个中国人，是华人，是华人移民到了美国夏威夷啊，他拜了一个犹太人做老师，跟犹太人学会了经商，结合我们中国的华商智慧，我们老祖宗。对吧？从这个山西的晋商啊，然后这个安徽的徽商，到浙商，到豫商，到京商，对吧？然后智慧结合，形成了一套财商体系和逻辑，传给了罗伯特清崎啊。罗伯特清崎和自己的孩子，其实说白了吧，就跟你们再说直接一点，其实人家富爸爸压根就不是为了教清崎，是为了教自己孩子。传承给迈克尔，说白了吧，罗伯特清崎属于陪太子读书，你知道吧？啊，他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在座的各位，你看，太子是迈克尔，对不对？那太子又生孩子了，对不对？那不就又变成新太子了吗？对不对？在这一个点上，还是富爸爸厉害，因为罗伯特清崎是没有自己的孩子的，所以要多生孩子，多修路啊，对不对？你财富才能传承下来。对不对？你这么好的基因，你不生孩子，你可惜了了啊！只有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你创造财富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思？你反正够花了，你1个亿也够你花了，你还搞几百个亿干啥？对不对？所以啊，在这个点上，真的，这个富爸爸真的是顶级啊！周老师就在这一次给你们解读训练营的时候，我就做了个决定啊！疫情一结束，马上飞到夏威夷。啊，找迈克尔，有人说找富爸爸，富爸爸已经走了，我找富爸爸，你去找富爸爸吧，我不去啊，那富爸爸都已经走了，多少年前就走了啊。所以说以前呢是罗伯特清崎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等富爸爸走了才写的，因为他以前不敢写啊，富爸爸不让他写，后来的富爸爸走了以后，经过迈克尔允许才写了这本书啊。所以你们去找富爸爸，我去找富爸爸他儿子迈克尔聊一聊，对不对？很有可能迈克尔长得跟咱一样，对不对？跟中国人，对不对？所以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接下来这一课就讲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观点。你以为我在跟你唠嗑呢，其实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了，就是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投资的第8课，对不对？我们上一讲那投资的第9课，找到你的财富教练。找到你的导师，找到你的富爸爸。打乒乓球，打篮球，游泳，你告诉我，奥运会上的任何一个项目都有专业选手跟业余选手，写上专业选手和业余选手最大的区别就是专业选手有教练。有哪个奥运冠军他是散修能够修成奥运冠军？能够找一个？对不对？有哪个奥运冠军他没有教练，他就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就能成为冠军？不可能，一定有教练，对不对？周老师教练是罗伯特清崎，那罗伯特清崎的教练是富爸爸，富爸爸的教练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犹太人。所以在座的各位，你的教练是谁？有人说我要找罗伯特清崎做教练，不好意思，不收了。我找富爸爸做教练，那你就去赚阴间的钱了，跟我也没关了。那找谁呢？只有我教了，对不对？你还用犹豫吗？26.8万直接找教练，对不对？多好啊！赶快成为我们的财商导师班啊！而且这绝对是一笔资产性的投资啊！如果全家找教练，那就成为我们的福布斯，49万，全家老婆孩子生几个孩子全管了，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福布斯，就因为报了我的福布斯，不报福布斯的时候，她老公打死不愿意生二胎。报了福布斯以后，我的个苍天，一年一个，一年一个，一年一个，现在家里面已经生第6个了。后来他老婆就兴奋坏了，说：“周老师，我给你报完以后，我太幸福了，一年一个，6个孩子，我太开心了。我3个儿子，我三个女儿，对不对？6个孩子。我说你老公为啥追着你？我老公那人抠搜的，那不愿报课呀。当时我逼着他刷了福布斯，刷完福布斯以后，您不是说了吗？孩子生几个送几个，全免费，成为您的财商导师班学员。那我老公一算，妈呀，老婆，你看咱一个导师班26万8呀，对不对？咱夫妻2个就2个，咱现在只有1个孩子就3个，不划算，对不对？他一算笔账，生6个孩子加2个大人，6、7、8，49万除以8等于多少？等于6万多。一算太划算了，所以就咔咔咔就给我造孩子啊，然后都变成你的这个学生给你学习，你看到没有？多划算！所以报了财商导师班的家人，补个福布斯，跟周老师好好学习，走进周老师，不要隔着屏幕，你隔着屏幕哪有温度？你得摸着周老师的手，对不对？成功跟你走，你得有周老师的电话，周老师天天辅导你，这多好啊！这能一样吗？对不对？那周老师为了结交罗伯特清崎，以前我上他的课，对不对？交几万块钱只能在他听他讲课，我摸不到他，够不到他。为了见他一面，500万给我的老师，把他从美国请过来，对不对？让他辅导我半小时，在座各位，这叫智慧，这叫智慧，在座各位知道吗？好，接下来咱讲法律。咱就不说其他的，咱就接下来听这几分钟，你就值26万8，你就值49万。我一个学生，开公司了，很兴奋。老师，现在我搞了一家那个注册的公司，我准备注册资金，我注册5个亿啊！我说你有多少钱？他说我就100-200万啊！我注册5个亿，我排场啊！而且我跟你讲，我注册的是合伙企业。妈呀！我说你千万别了，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你不要以为你现在不用实缴，你现在喊了5个亿，将来你申请破产，你必须要注资5个亿啊！这样式儿的，你看就财命吧，在座各位值多少钱？对不对？有人注册一个公司啊，老师，我这个要做大生意啊，我查了一下啊，做有限责任公司税太高，我注册个个人独资企业，对吧？啊，税务成本低。我说个人独资企业，一个人有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叫个人独资企业，也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因为你无法证明你公司的账跟个人老板的账不能发生混同，也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这个各位，什么叫无限连带责任？前几年不是传出来说，哎呀，别跟富爸学了，罗伯特清崎都已经破产了。这个各位，我因为这事亲自飞美国。真实的真相是什么？真实的真相是罗伯特清崎名下上百家公司，做什么都有，其中有一家公司被人黑了啊，然后呢打官司打输了，要赔别人2000万美金，而这家公司账户里面连100万美金都没有，本来就是个小公司，罗伯特清崎直接宣告公司破产，因为这家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破产法只需要公司破产，而罗伯特清崎个人的资产不需要受任何影响。这才是财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座各位，如果说你注册的是个人独资企业，你又不能够拿出来证明你的个人财务跟公司财务没有发生混同的前提下，你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你就得赔2000万美金。你不赔，名下你的房车给你冻结。在座各位，这就是学习跟不学习的结果。周老师有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呢以前是做农业的，赚了很多钱啊。特别是跟周老师学完以后，那么商业模式给他一改进，成交能力学会了，学会招商，学会演讲了。我的个苍天呀！又买劳斯莱斯，又买宾利，又买保时捷。我说你这样，你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把模式好好跟我说一说。周老师，我找上海的一家律师给我设计的模式，我要赴澳上市，我要去澳大利亚上市。你放心，我1年就上市。我现在今年做了20亿啊，我马上上市。我说你给我讲讲，好好给我讲讲。讲完以后发现9级，什么叫传销啊？我给你普法，什么叫传销？来写上。很多人都不知不觉就把法给犯了，给你抓进去了，你知道吗？什么叫传销啊？你投了这个项目，你拉人了，你也犯罪了，你也得进去，钱全给你没收，全给你冻结，你知道吗？什么叫传销？拉人头，拉人头不是投资的投，是人头的人头，啊，拉人头。第二叫做超过3级，第二叫超过3级。比如说，你拉了 A， 你有钱，公司给你发钱 ；A 拉了 B， 成交了 B， 啊，你还有钱，公司还给你发钱；B 成交了 C， 你还有钱，超过3级。
传销。我不管你卖的是什么产品，哪怕你卖的是有形的产品，你也是传销。讲到这儿以后，有人就说了，老师，那宝马公司不也是有代理吗？不也有省代吗？市代吗？区代吗？县代吗？那他咋不是传销了呢？人家要想在宝马公司做经销商，你不能以个人名义，你必须要开公司。你要在郑州开一家宝马公司，你要在中国开一家宝马公司，你要在市级、县级、区级都要开一家卖汽车的公司。换句话讲，咱们还记得传销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吗？是拉人头。你没听过拉公司叫传销的吧？所以他做了这一个点，就已经规避了这个风险。第二，人家可不是说谁买汽车那都有钱返，对不对？你今天作为省级代理，我省级代理的进货价是10万块。我给到我的这个市级代理，给他12万，我赚2万块钱，对不对？我钱结束了，到账了已经。然后这个市级给下面，比如说14万，他赚2万，下边给下面再赚2万，这个是商业啊，赚的是差价呀，这个跟传销没有关系啊。传销是今天不管谁买产品，公司都会发提成给你，这才叫传销。